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的这个课。那我们的今天的课是这个继续讲无家行的这个皈依那么首先呢，大家要发菩提心我们大家开始修无家行那我们为什么要修无家行修无家行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菩提心和发心有关系，非常的重要。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就是听这个皈依是为了修皈依修皈依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那么为了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所以大乘佛教做任何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直接的利益众生或者是间接的利益众生。如果跟这个利益众生没有关系的，直接的间接的都没有关系的这样子的这个行善无论是闻思修心或者烧香拜佛都跟大乘佛教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怎么样发？我们下定决心我要成佛我一定要成佛那么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虽然这两个跟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离我们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远但是呢没有关系的只要有这样子的发心只要有这样子的发心，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有一点闻思修，就有一点这方面的这个投入，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进步就会很快的。所以这个是虽然目前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个都没关系的只要有这个发心就没问题了先这样子大家发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皈依那么无家行里面的这个皈依呢就是以三个这个部分组成的，有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念诵念这个皈依偈，念10万遍我们的这个后面的任何一个家行都是需要首先是念10万遍，然后呢再念1万遍作为这个补充。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每个家行都是11万遍这样子这个念诵需要念11万遍。这是皈依的一部分我们以前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很多人以为皈依就是念这个偈颂念这个皈依偈这个皈依偈念完了以后10万遍念完了以后，就我们以为这个就皈依修成功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这个10万遍的这个这个皈依的偈颂呢是需要念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这个是需要念。但是这个念完了以后呢，并不代表我们修好了这个皈依这个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修好这个皈依但是呢我们把这个10万个这个偈颂完成，有这样子的可以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这个10万遍念完了，这个并不代表皈依修好了但是呢皈依修好了是不是不需要念呢？
也不是啊，也需要念，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所以呢，这个10万遍是要完成的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次要的啊，虽然是次要的，但是也要完成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观想啊，观想我们要观想这个皈依境啊，观想皈依境啊，观想皈依境越清楚啊，观想的越清楚越好啊，观想也是我们这个皈依当中的一部分啊，是一部分但是观想呢也不是最重要啊。观想是属于这个密宗里面的升起次第的这个修法啊，升起次第的修法。所以我们修加行的时候呢需要这个观想，但是也不是这个皈依的最核心的内容啊。以后无加行修完了以后呢，到时候可以修一些本尊的这个修法，修一些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观想是非常重要的，观想是它的核心的内容的一部分核心内容之一。但是皈依的时候呢还不是皈依的时候呢需要观想并且这个观想的越清楚越好但是呢不是最核心的内容，这也是次要的，不是重要的，这两个都是次要虽然是次要的内容，但是这两个都需要做寄送也要完成然后呢观想也要观想，这两个都需要。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比如说我们念完了10亿这个10万个寄送，然后观想的特别清楚了这样子是不是这个皈依修得很圆满还不是这两个还不算正式的这个皈依那么到底皈依是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前几天呢我们也讲过了皈依这两个字的内容皈依这两个字的内容就是这两个字的内容是非常的重要了，这就是它的核心的这个部分。皈依就是归头投靠这个投奔那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想去办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办这件事然后同时就发现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亲人他有这个能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投靠这个人去完成这件事情。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想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有3种这个有3件事情3件事情的意思呢，就是以3个不同的这个皈依这个我们每一次守皈依节的时候呢经常都会提到这个下等的皈依中等的皈依，上等的皈依。皈依的虽然都是皈依，但是呢这个皈依的层次皈依的级别是不一样的那么这3个级别是什么？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很多人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些利益比如说为了健康为了长寿为了工作顺利等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去这个皈依那么他他要办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让自己更加的顺利长寿，然后呢他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客观的条件医疗条件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条件就达不到他的
这个目的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时候呢，他会想办法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件事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三宝佛法僧三宝就有能力就办成这件事情通过三宝的这个力量然后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然后他就坚定不移的相信三宝佛法僧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就是借助这个三宝的能力能够给他带来健康长寿这个顺利这样子他完全相信了以后，坚定不移的相信了以后呢，然后他就会投靠三宝就投靠三宝依靠三宝的力量，然后就让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长寿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些客观的条件目前的这个客观条件达不到办不成，然后三宝的力量是可以的这个他必须要前提的条件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前提的条件就是坚定不移的这个信任如果对三宝对三宝的力量产生了这个疑问质疑这样子的话呢，那他不会这个投靠，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投靠的这个投奔的前提的条件就是信任相信对方相信这个人，相信这个事情，这样子以后呢，他才可以这个投靠投奔所以这个之前呢，对三宝是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如果是没有这个信心，是半信半疑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相信这样子的话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这个皈依三种皈依都没办法连这个最下等的这个皈依都没有办法做，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三宝的力量，根本就不认为三宝有这样子的这个力量，那么三宝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力量，那么为什么要去投靠呢没有必要去投靠投奔所以没有信心的话，这个是不会去皈依的，也没有办法皈依的这样子。所以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三宝的这个信心是要建立起来。怎么样建立？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不要迷信，就是需要知心怎么样有知心？那就是要闻思闻思听闻思考判断分析，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思考，最终的这个结果最终的结论是这个佛法僧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就相信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去投靠投奔这样子。那投奔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刚才讲的三种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某种利益，皈依三宝这种皈依三宝虽然是从他的动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虽然不是很好，这个比较世俗这个目标都是比较世俗的，不是很好但是目前就只有这样子的这个追求没有更高的这个追求追逐，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目标来皈依三宝也是可以的，这也就是属于三种皈依当中的一个这也是可以的。只是比如说我们平时经常讲的这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然后就是人天佛教那三个佛教
有3个不同的皈依啊。第一个这个下等的这个皈依，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皈依，就是属于这个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的皈依。那人天佛教的皈依啊，本来是学人天佛教的人，他的目标啊，本来就是这些世俗的啊，这一生当中啊，幸福快乐，然后呢，不仅是这一世下一世同样的啊，能够幸福快乐啊，这样子他就觉得可以了，不需要解脱，不需要成佛，不需要去利益众生啊，就只追求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快乐和幸福啊，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个是第一个皈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就不需要其他的皈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种皈依另外有一种人呢他这个投奔三宝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来投奔三宝那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这一现世和来世的任何的利益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想从这个轮回从六道轮回当中能够解脱能够获得解脱然后六道轮回当中要解脱要解脱的话，那怎么样解脱呢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更加的不行比如说健康长寿工作顺利那这些大多数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完成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完成，有一部分是可以完成的。但是解脱了脱生死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到任何有效的这个事情我们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这个观点，在这个解脱了脱生死这个问题上都用不上，都是无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去想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解脱的话，那有没有能够帮助我的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够帮上我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是力量有没有我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力量来这个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力量。然后他发现三宝的力量可以让他从轮回当中从这个轮回苦海当中解脱然后这个也需要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坚定不移的相信佛有办法让我从轮回当中解脱佛法就有能力让我从轮回当中解脱。然后呢，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僧众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能够帮助到我这样子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向这个投奔投靠这个三宝的力量，然后完成自己的这个目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小乘佛教这个皈依就是小乘佛教的皈依小乘佛教它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从轮回当中解脱了脱生死，远离这个生老病死这样子那么他没有更多的其他的这个追求这就是他的终极的目标。然后这个投奔呢也需要它的基础呢也是这个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不相信佛能够让我这个超越轮回学法修心打坐
不可能让我这个了脱生死啊。如果是有这种想法这样子的话，那他也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皈依也是没办法做的啊。他不会有这个投奔投靠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的前提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的信任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上一次的课里面我们也讲过了，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自己想办一件事情，然后呢我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投靠其他人的时候呢，首先这个前提的条件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人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他能够帮助我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呢。有了这个信心，他才去这个投奔。如果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可能。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投奔医生这个医生和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相信医生有办法治好我们的病然后医生给我开的药有能力有效果有能力这个治好我的病有这样子的信任，有这样子的信任以后呢生病的时候就不去找其他人，不去找父母呀，不去找亲人不去找朋友生病的时候就去找医生。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候生病的时候去找其他人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医生才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投奔医生的。然后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投奔老师我们相信老师有办法给我教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去找其他人，就找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老师可以给我教这些东西。同样的，我们想了脱生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了脱生死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的父母帮不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朋友也帮不上任何人帮不上。唯一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佛法僧然后发现佛法僧有这个能力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投奔投靠这样子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发心这就是发心，这就是我们这个去皈依的动机这就是动机。这是小乘佛教的这个皈依中等的皈依。然后第三个就是上等的这个皈依另外一种人呢他是因为有很强大的这个慈悲心也许这个慈悲心是先天就有上一世跟上一世的这个修行有关系也许是后天修来的上一世的这个带来的这个慈悲心呢我们平时都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看得到有些小孩这个杀生的时候杀动物的时候就是特别难过然后有些小孩呢杀动物有肉吃很开心很高兴都不一样的，同样都是小孩但不一样这个并不是他的家人的教育等等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先天的一个先天带来的一个他的性格。那么这个他的性格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从佛教的解释的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原因是他跟他的上一世的有关系这个跟什么基因这些都是
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的父母都不是那么善良的，他们的父母都是杀鸡杀鱼这样子的，但是他小孩就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也不是因为他的基因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这个他的意识当中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慈悲那这个慈悲是他是先天带来的，所谓的先天就是上意识的这个修心的力量。如果我们这一世当中修心这个慈悲心稍微用功这样修的话，下一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不会这个去杀生不愿意杀生然后呢看到有人杀生的时候呢很难过难受有同情心有慈悲心的这样子生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小孩这样子以后呢他一生当中就不会去造很多的业，虽然他的家庭还有他的这个环境都是有很多这个杀生这方面的不太好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是可以坚持他自己的这个性格，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先天，就是上意识的修心跟这个有关系。那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先天就有很强大的慈悲心的人或者是因为后天就听到了大乘佛教遇到了大乘佛教的善知识然后就修了慈悲心先天没有那么强大的这个慈悲心，但是因为后天的这个文思就培养了这个慈悲心这样子的人，这种人他的目的第一不是为了健康长寿然后第二虽然是为了解脱，但不是为了个人的这个解脱都不是。那么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他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他是诚心实意的希望能够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呢这种心愿稍微再发展一点点的时候呢，然后就成为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它不是一个法缘而且他想去做这个就是变成了一种决心变成了一种决心，他不仅仅是发个愿而已，他就想去做这件事情下定决心要去做无论要多长时间花多长时间都没关系，我要去做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心。那有这样子发心的时候呢，这种人也会发现自己目前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三个人同样都发现当下的力量，当下的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比如说希望健康长寿的人他也就觉得也许我努力一点的话，这一生的我的健康长寿有些问题是我自己的力量也可以的，但是下一世我确实是没有能力下一世是没有自己的这些现世的这些奋斗是没有办法下一世让我更加的健康长寿都是没有办法的我的所有的这个付出，所有的努力奋斗的这个结果呢从现实从这个我们的工作物质的角度来讲呢，只有这些所有的结果都在这一生当中下一世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就感觉到自己没有这样子的能力那么长远不仅是这一生生生世世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这样子的话，那他也觉得我要投靠投奔
佛法僧的力量才可以啊。这个时候他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去投考了。然后呢，小乘佛教的他也就会发现虽然他的这个他的目标没有像大乘佛教的那么大但是呢他这个了脱自己的生死这也当下是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才需要借助这个佛尤其是佛法的这个力量。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投考投考的意思是什么呢？投考的意思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一切都交给了某一个佛或者神或者菩萨，他来帮我安排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必须要分清楚，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些人呢，比如说相信这个造物主的力量，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的一切都是这个就交给这个造物主来安排那造物主给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安排的好好的那这个不是佛教，是不是这样子佛教不是这样子。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比如说生病的时候需要这个投奔医生但是呢自己也得要配合才可以。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学东西要投奔老师但是呢自己也要下功夫如果自己什么功夫都不用下，全部都交给医生交给老师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教也在讲这个投奔投考这都讲，但是这个投考和投奔的这个程度有多高，不是完全全部交给别人，而是自己也要努力也要修心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所以大乘佛教有慈悲心的人呢他也就发现他发现我要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但是我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能力那当他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然后他也去思考，那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这个靠其他的力量这个时候就发现有这样子的力量，这个力量是这个佛法僧的力量。佛法僧有这个力量佛法僧可以让我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我就可以这个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佛法僧怎么样让我成佛呢是不是我一切都交给佛法僧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是不是这样？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也要努力但是呢我再努力也好，如果这个没有这个三宝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再努力也好，比如说有些病呢没有这个医生没有药是没办法治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投奔和投考的度是必须要清楚这三个叫做皈依的这个分别皈依可以分三种皈依下等的、中等的、上等的三个不同的皈依下等的皈依是我们刚才讲了，是人天佛教的皈依然后中等的皈依是小乘佛教的皈依。所以这个中等的这个皈依呢，需要有出离心有出离心的基础才可以的。然后上等的这个皈依上等的皈依呢就是大乘佛教的皈依。然后上等的皈依需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菩提心的基础，这样子以后呢才叫做这个皈依。好，这三个皈依的分别不同的地方是哪里呢？它这三个皈依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的发型不一样，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动机不一样。这是他们的这个不同点啊。然后有相同的地方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三个这个皈依这三个皈依都是坚定不移的相信佛法僧有这样子的能力，这个基础上诚心实意的去投奔投靠这个就是共同点。不共点和共同点就是这样子。那么皈依的核心就是这样子皈依的核心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修这个无家性的皈依的时候修到这个标准修到位，修到标准了没有标不标准，这个我们不是以念了多少个皈依的偈颂来衡量也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皈依经观想的多清楚来这个衡量那是用什么来衡量呢？就是以这个投奔的心有多强然后呢对这个三宝的信任的强度来这个衡量我们有没有修完这个无家心当中的皈依就是这样虽然是念完了这个10万遍11万遍观想的也就比较清楚还可以，但是对三宝的这个力量呢仍然是半信半疑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是半信半疑的话，那就投奔的这个决心也是很松动的也是很松动不会非常的这个坚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皈依呢也就是修到了一半皈依就修到一半，也就是说不标准，这个皈依就是不标准这样子。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一次要修的无家心当中的这个皈依呢，虽然是有3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但是呢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投奔投靠的这个决心核心就是这个决心，重要的就是这个，另外都是次要的。好，这个3个是这个皈依的这个分别。然后接下来我们皈依的时候呢首先是观想这个皈依经，然后皈依经观想好了以后这个皈依经里面讲的全部我们观想好了以后，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皈依经前面我们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去这个去下决心投奔和投靠投奔投靠是什么样子？首先皈依佛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从现在起生生世世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显宗和密宗里面讲的各种各样的佛这些佛是我的唯一的导师导师就是引导我们的上师唯一的导师为什么他们是唯一的导师呢世俗的比如说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就像爱因斯坦这样子的非常聪明非常伟大的科学家还有非常伟大的这个哲学家像苏格拉底这样子的这个哲学家还有很多这个东方的这样子的哲学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任何一个学科的这个领域当中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伟人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是非常有成就的非常厉害的，是值得佩服的这样子的人。但是在解脱这个问题上面呢，佛的这个力量是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呢，科学永远都没有办法代替佛法这一点我们平时都讲佛教里面的什么什么东西跟科学相似，是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佛教的内容是被这个科学印证了，但是这个根本就不代表科学代替佛法有些佛教的东西是科学，至少目前的这个科技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是也不需要所有东西用科学来证明，是两个。比如说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耳朵去听就可以了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当然把声音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信号，用我们的眼睛去看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办法，但是呢不是一定要这么去做不是一定要这么去做声音呢它变成了一种图像然后我这个声波它变成一种图像，然后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可以这样子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声音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当然不是了眼睛不需要看这个声波，耳朵直接去听就可以就是同样的道理有些事情呢这个只有佛法才能够解决其他东西没办法解决。同样比如说一些科学上的一些问题呢，科学才能够解决，佛法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就是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只要有佛法全部所有问题解决，这不能这样子，必须要有这个客观公正这样子的态度。尤其是这个佛教徒我上次也讲过了，这佛教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尊重真理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宗教，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讲道理这个就是不能说只要有了佛法。当然了，比如说像米拉尔巴大师这样子的人，只要有佛法，他所有问题他的问题都解决了，他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但是整个的社会的问题，整个所有人的问题呢，也不能说这个佛法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科学了，不需要哲学，什么不需要都不需要，不能这么讲它有它的这个作用这样子。然后同样的任何一个这个学科它有它自己的这个作用物理有物理的作用，数学有数学的作用，相互都有关系，但是呢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当中有各自的这个不共同点同样的佛法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佛法在这个领域当中呢，虽然这个佛法跟科学有关系，跟这个哲学有关系，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但是呢佛法就是佛法科学没办法代替，数学没办法代替，物理也没有办法代替这些都是人类都需要的东西如果是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只要一个问题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文化和技术。所以这都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作用看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比如说追求物质的这方面的那么就科技等等。如果追求心灵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哲学、心理学或者是佛法这样子。然后心灵上面的比较深层次的这样子的这个知识或者是需要一些比较这个超越一切或者是比较这个超凡的智慧需要这样智慧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佛法才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去学佛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佛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导师呢，就是因为佛才
给我们指这条路啊，才能够指这条路啊。爱因斯坦他也不能指这样子的路啊。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他们也没有办法指这样子的路。这个我们不否定他各自的这个长处，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呢，这条路只有佛才能够给我们指除了人以外就是非人，比如说鬼神当中，虽然这个世界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鬼神，而且这些鬼神的力量有些时候也是非常的强大强大，它的正面的负面的力量都是很强大的有些时候他们的力量都是超越了人类这样子的但是他的这个力量再强大他也没有办法给我们指这样子的路因为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路他没有走过这条路他们都是世俗的这个世间的鬼和神所以世间的鬼和神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指出世间的路所以呢那我们就是不把他们当作这个导师当然比如说世俗的这个鬼神有些鬼神可以把他们作为护法比如说他早期的比如说这个伤害众生这样子的这个心态放弃了以后呢他也有他的这个作用那么他就通过他的这个力量来保护佛法或者是保护这个修行人给这个修行人创造一些修行上面的这个条件。那这样子的话，他虽然还没有成佛，他还没有成就，但是呢他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些修行的时候的一些条件这个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可以作为这个护法，但是呢不能作为导师导师和护法之间这个相差很远很远，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呢这些世俗的鬼神佛教里面呢也经常都会这个护法里面就有这些鬼神可以作为护法，但是呢不能作为导师因为他自己没有开悟他自己没有证悟，没有成佛，那他没有成佛的话他就是不能给我们指这样子的路然后呢学大乘佛教的人呢，他需要的就正好就是这条路，他追求的就是这条路那这条路他不能给我们指那这样子的话，正好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提供不能提供，那就我们不把它当作这个导师。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想学数学那么他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精通数学的老师如果他想找一个其他领域当中非常有成就的人但是就是不懂这个数学的人，那他如果找一个这样子的人有用吗？没有用他在其他领域当中是有成绩但是呢这个学生不是他想学的他想学的东西呢就是数学，这个就是他教不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他要的东西呢这个他教不出来，所以呢他不把他当作他的老师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佛就是作为我的唯一的导师这样子以后呢下定决心这样子坚定不移的这个下决心这就叫做皈依这个就是皈依，这个决心就是皈依那我们守这个皈依戒的时候也是还有修皈依的时候也是都是一样的。皈依就是这个这叫做皈依。我们刚才讲了
五加性的皈依虽然是有3个部分组成的，但是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决心我们观想的时候就像我们收皈依戒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放一个佛像，在佛像的前面我们就宣誓下决心这个受皈依戒同样的，我们修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观想皈依经，在皈依经的前面我们就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庄严的下决心，从今以后生生世世佛就是我的导师佛就是我的导师。除了佛以外的任何一个世俗的这个有名声的、有财富的、有权力的人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以外的这些鬼神有神通的、有身边的有强大的势力的这些鬼神或者人都不是我的导师。如果他们在我的修行的道路上能够帮助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护法但根本不是导师唯一的导师就是佛这样子的决心这个就是皈依然后我们到时候这个皈依修了几个月以后修成了没有修成了没有刚刚讲了，不是这个观想的清晰度不是这个念诵的数量来衡量，而就是以这个投奔投考这个强度来这个来衡量那如果还没有这个把释迦牟尼佛当做我的老师当做老师就是投奔，没有别的投奔所有的所谓的投靠和投奔就这个意思。我们想学某一个东西，就刚才讲的一个人就是想学数学的时候呢，那我就投奔这个数学老师就是仅此而已，投奔的意思仅此而已，并不是说我要找一个某一尊佛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做一切都他来给我安排，他来给我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所以投奔的意思也是这样子这个跟我们的世俗的很多实践的很多工作上的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好，这个就是第一个皈依佛然后这个皈依经皈依经当中呢有包含了这个皈依经当中就包含了佛法僧这个我们到时候会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包含了佛法僧然后这个密法里面的上师还有就是本尊空心密法里面呢这3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师和这个本尊还有这个空心这3个。然后显宗里面的佛法僧那密宗里面呢也叫佛法僧，这3个都这个皈依经当中都包含了。还有皈依经当中呢这个护法呀全部都在这个皈依经当中。然后这个时候的皈依经当中的这个护法呢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属于这个僧宝僧众还没有证悟的还没有证悟一地的一般的这个护法呢，他不在这个皈依经当中他不在皈依经当中，不会我们把它观想在皈依经当中然后去皈依这个不可能，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然后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他虽然还不是佛不是佛，他从表面上就是以一个护法的这个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呢他就是佛法僧里面的僧所以可以观想在这个皈依经当中这样子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到时候修了几个月以后呢然后这个修成了没有到时候自己衡量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成果因为我们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有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虽然这个观相越清楚越好数量需要完成，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个有了这个决心，那就是有这核心的这个部分已经做到了这样子就已经非常非常好，非常不错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佛法我们皈依佛法的时候皈依佛法的时候，就是有时先观想这个皈依经，然后在皈依经的前面然后有时这个很庄严的、很严肃的下决心发自内心的下决心这个时候这个皈依呢，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自欺欺人，尤其是就欺骗自己所以要皈依的话，那就发自内心的皈依那就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下决心从今以后生生世世我只修释迦牟尼佛的法只修佛法，佛法才是我的唯一的所学习的所修行的内容这样子。全世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古老的宗教、新兴的宗教，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非常的多我们这些宗教我们都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我们都得去尊重每一个宗教，我们都要去尊重不排斥任何一个宗教，更不诽谤任何一个宗教。但是呢，修的时候我就选一个去修没有办法全部修，因为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同时把这些全部都修完学完所以呢我就这么多的这个宗教里面呢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那我就是选了佛教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认认真真的去学佛教，其他的宗教我都尊重我都不排斥这个更不诽谤但是呢我也不去这个修，我就修，因为这类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没办法都修没办法全部一起修。那我就这个生生世世修佛法这种决心这种决心的强度达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什么样的层次到时候呢我们以这个来衡量这个皈依修好了没有如果有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决心，观想不清楚都没关系的数量还没有完成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这个观想可能不一定是观想的非常的清楚，没关系然后呢数量呢不难大家一定要完成数量完成。但是我们刚才说假使把这个数量根本完不成，但是有这个决心的话，实际上皈依已经修好了，已经做到了这样。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僧众皈依僧众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僧众的皈依经的前面我们也是同样，也就是发自内心的然后就是下决心从今以后生生世世学佛的这个，不管是学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学仙宗学密宗无论是学什么，凡是学佛的这些人就作为我的这个导友跟我们一起修行的人就是导友，作为我的导友
除了学佛的人除了学佛的人以外学其他的都是我们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修菩提心的时候，全世界的所有的人除了人类以外，连这个动物还有其他的这个六道的众生都我们把他们当作佛教徒，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来看这也不是给外面宣传的，也不是讲给别人听的，实实在在修行打坐的时候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自己没有做到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当别论，实际上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当做当做这个比如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这个不喜欢的不欢迎的这样子大乘佛教是没有这样子。如果只要有一个人不是很多人一个人念一支比如说像一个昆虫如果我们放弃了它那就是犯了这个密乘戒密乘戒的第4条戒然后也同时也是菩萨戒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想这个人或者是这只苍蝇这只蚊子，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帮助到他，我不帮因为他很讨厌，我不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就是这个犯了密乘戒或者是犯了这个菩萨戒，同时这些都犯了非常严重的大乘佛教在这个问题上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任何一个学任何一个宗教的人我们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父母这样子来这个修菩提心。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但是呢就所有的佛教徒，所有大乘佛教徒都在往这个方面努力至少在往这个方面努力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把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一定能够做到自己父母一样，这个不一定这有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所有诚心实意的修大乘佛教的人都在往这个方面努力，往这个方面奋斗所以呢这个不是学佛的人除了除了佛教以外的，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信仰的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信仰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他们都是大乘佛教的角度讲，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个父母，也是我们修慈悲心、修这个菩提心的对象一个都不能放弃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都不能放弃的，都要帮助的但是呢是不是我们的导游呢还不是还不是。当我们的信仰是变得一起的，是一样的时候呢，都叫做导游还不一样的时候呢不是导游但是是朋友是朋友，是学友，是战友等等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这种决心这个决心这种决心的强度来衡量我们的这个皈依僧的这个皈依做到没有修好了没有以这个强度来衡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五加行当中的这个皈依呢，大概也需要修这个4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也是150个小时150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我们是以一天1个小时来计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上班族的话也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是特别特别忙的人，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比如说没有办法坚持一天1个小时，那也可以周末可以补充可以补充。还有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补充
也可以补充啊。那我们平时也不坚持，然后呢，周末也不补充，节假日的时候也不补充，那就没办法了实际上稍微自己努力的话时间是完全这个一天1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这样子计算的话，那就是需要也就是一天一天1个小时就4-5个月左右这样子。那这个时候5个月的这个标准是时间上的标准还有就是这个数量上的标准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的核心的皈依的标准这个皈依的标准呢，没有办法用数量用时间来这个衡量是要用自己的这个决心的这个程度来衡量。这个也不是到时候也不是其他人来衡量，就是自己衡量这样子。这个就是皈依。这3个叫做这3个叫做这个这3个决心就叫做这个皈依。然后这3个决心呢有标准、高标准、低标准都有的。高标准是什么呢？高标准是比如说如果有人强制性的让我放弃这个佛法从内心当中诚心实意的从此以后我不跟佛学了，我也不学佛法我也不把这个像观世音文殊等等，我不把他们当作我的导游，这样子发自内心的从内心当中要放弃这样子的话那遇到自己的生命的威胁也不放弃就是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放弃这个三宝这种决心才是真正的这个最上等的了，最上等的高标准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低标准的呢，那就是要看情况了就是平时呢确实是坚定不移的这个相信佛法僧的力量然后呢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确实也就发自内心的投奔了投靠这个佛菩萨但是呢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也许会有这个动摇就是比较松动那这种决心的话，那就是是比较下等的这个皈依，但是它也是一种皈依那么这个是能够做到高标准的还是中标准的、低标准的那就这个要看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情况尽量的大家做到这个高标准。因为这个皈依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出离心和菩提心当中呢，大家都认为出离心比较容易菩提心就有点难然后呢皈依和发菩提心皈依和发菩提心当中呢，可能很多人我想我猜的话，可能很多人也觉得皈依相对来说不是很难那发菩提心的话就是比较难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要做到这个高标准的这个皈依的话，也许没有太大问题到如果真的是有一天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大家都不好说，但是至少当下的情况看的话我是坚定不移的发自内心的，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可以这个可以确定这皈依就修成了然后就可以修这个下一个修法，就是这个菩提心这样子这是皈依的核心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其余的这个观想这些是比较容易了，我们看这个唐卡的话就可以知道然后念诵的时候呢念诵的时候我们念这个建议念这个
开显解脱道啊，梅泡仁波切的这个无家心的仪轨啊，开显解脱道啊，这个开显解脱道啊，我们修皈依的时候啊，修这个皈依修无家心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有2个方法啊，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专门去大座修心啊，一天修4座啊，这样子去修的话啊，4座或者2座都可以，这样子修的话，那早上啊就把这个仪轨啊从开始这个从开头啊念到这个皈依啊，念到这个皈依这个地方啊，念到这个皈依，然后呢就不再往下念啊，就念到皈依，然后就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呢再念这个皈依的这个皈依节啊，皈依节是南克尼斯南卡更瓦伊拉玛耶等看住从能等上记住等跑不跟等了当当住给比较什么去，就这个4句啊。我建议我们这一次这个禅修这个修回灯禅修的，我建议就念这个啊，因为这个比较方便，然后呢内容也不复杂啊，这个里面都包含了。然后念诵的时候啊，首先大家要学习大家要学习这个它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开显解脱道已经有了这个中文版，这不难南克尼斯南卡冈瓦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这个翻译基本上是对的，不错虚空界中是什么呢？我们观想这个皈依节的时候皈依节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这个前面的这个虚空当中前面的这个天空当中然后充满了这个佛法僧坐满了佛法僧，有些有些这个佛菩萨是坐着的，有些是站着的坐满了站满了这个整个的虚空，整个的天空这就叫做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这个全面的虚空当中我们观想了前面的这个虚空天空当中就是整个的这个虚空，整个的天空当中就是坐满了三宝坐满的就是三宝，这就是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我们下次念诵的时候就念这个藏文的这个音大家念藏文的音，因为藏文和汉文文字上面都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没有这个并不是说比如说像汉传佛教的过去的非常非常有成就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的比如说有些偈颂如果把这个翻译到这个藏文的话，那么最后念藏文好还是念中文好呢？念中文好因为这些大德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直接讲的写的是汉文不是藏文所以念这个汉文是最好，原文是最好的。然后同样的像这个像梅蓬仁波切他们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成就者，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他们的一些这个他们写的一些这个像皈依戒这样子的这个文字呢，我们还是念这个原文是最好的，最放心的虽然这个这个开显解脱道我们这个科颂记那个拉荣科颂记里面的这个翻译是至少这个地方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没有什么，不是太大，没有什么这个问题了，至少这个皈依这个地方没什么问题，是翻译的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念这个原文，这样子的话，像梅蓬仁波切他直接从他们的手写出来的，从他们的口中
读出来说出来的是这个藏文的原文啊，所以呢我们念这个原文啊，你们把这个背下来。但是呢前提的条件，我们要知道我们念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啊？是什么 ？Namka nes namka gangwai 什么意思呢？就是 namka 啊，就是虚空啊 ，nes 就是虚空的虚空当中啊。然后呢 ，namka gangwa 就是充满了啊，这个就是虚空遍满啊，就是遍满坐满了的这样子的这个三宝啊。首先是第一句话namka nes namka gangwai， 然后拉玛也等看住从那么当拉玛就是上师然后呢也等是本尊这个翻译了以后呢，上师本尊看住就是空性空性母拉玛也等看住从那么当，从就是很多很多的聚在一起的就叫做诸回众诸回众这样子也可以，就这个意思。那意思表达出来了就是不是一个不是两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佛菩萨上师本尊空心这是密法里面的密法里面特别强调的上师和本尊和这个空心这并不是说密法里面不讲佛法僧佛法僧密法里面也讲然后呢密法里面呢很多时候就讲这个上师本尊和这个空心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拉玛也等看出做那么当，然后三界去当旁边跟等等第三句里面呢就讲显宗里面的三宝三界就是翻译了以后呢，诸佛正法一即生僧前诸佛三界就是佛三界去当求就是正法正法三界去当，然后帕比根登就是僧种僧种就有两种僧种一个是这个一地以上的，比如说大乘佛教的话一地以上的，然后小乘佛教的话也是证悟了的见道以上的这个叫做僧人不是凡夫了，不是凡夫这叫僧人，不叫凡夫。凡夫是还没有证悟的虽然他是僧众他是僧众但是呢他不是僧人开悟了以后开悟的这个层次也不是初步的开悟就是达到了标准的开悟，比如说像这个大乘佛教的一地小乘佛教的简道简道学道无学道的这个简道，那这些僧人呢，无论是大乘的小乘的都叫做僧人。那僧人僧僧就是说这个僧中有凡夫的僧众和僧人的僧众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皈依的是这个僧人的僧众一地以上的但也并不是说凡夫的僧众不皈依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主要是僧人。所以诸佛正法以及生僧前，然后那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处皈依处。首先第一个是第二句话里面的上师本尊空心密法的这个皈依处。然后呢这个第三句里面的诸佛正法以及生僧，那这个是显宗和密宗的共同的皈依处皈依处。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与六道众生尽皈依这个就是我们皈依者，我们投奔的人投奔的人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自己要皈依我们皈依的同时呢，我们带一切众生来皈依带一切众生，我们把这个
六道轮回的所有的众生就观想在我们的周边，然后我们一起来这个皈依这样子。我与众生我与六道众生尽皈依。好，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当着这个比较是去上界就当怕不跟的了，当就是我着这就是六道的众生给别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虔诚的然后呢虔诚的这个意思，这里敬皈依，敬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表面上的一个恭敬而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信任心性信任，这个就是这个敬敬就是这个意思，敬皈依这是非常虔诚的来皈依这个三宝。这里面呢都包含了都包含了，还有比如说密法里面大圆满里面呢，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心的本心是佛法僧的本体究竟的最终极的佛法僧都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这个除了大圆满除了密法以外，像宝心论这样子的大乘佛教的这个论他们也会讲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先宗的这个观点。密法里面呢非常的强调但是这些都是这个上师本尊空性，这里面都包含了。实际上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最究竟的最终极的上师和本尊和空性是我们心的本心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当中这个投射出来的一个外面的一种形象而已所以呢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心的本心所以大圆满的皈依这个当中也就包含了所以这四句里面呢先和密的皈依都包含了。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内容搞清楚藏文的这个四句话的这个南克涅斯南卡更瓦伊拉玛也等看住从能当上级就当把不跟等了当住这个比较是吃好这个四句的内容先搞清楚，然后呢我们这个有科诵机里面呢这个藏文很多人不会念的，但是呢下面有这个注音韩文的注音，大家念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发音是还是比较标准的，我们听都听得出来标准的。但是如果这个不是非常非常标准的话也没关系的反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念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内容，我们念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我们在说什么自己已经很清楚了，这样就发音标不标准都没关系。比如说我们念最早的这个梵文，我们念的这些咒语我们念的都是梵文，那我们念的这些梵文我们念的话用藏文念的话也就不会是跟这个梵文一模一样的这个标准用中文念的话更加的不标准但是都没关系的，没有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差别没有办法一模一样这个发音是没有办法一模一样，但是我们有这个意义有这个意思然后有这个信心这样子的话就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念一个仪轨念个仪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这个仪轨当中呢虽然是一个仪轨但是这个仪轨当中的有些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些部分呢只是我们懂它的意思就可以了，这个文字呢用汉语或者是用韩文用藏文都没关系，只要懂这个意思就可以。
但有些时候呢，除了它这个文字能够告诉我们它的内容以外，它有一个加持力在里面，有个加持。那这个加持呢，我刚才讲过，比如说一个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的原著、他的原文翻译了以后呢，这个并不能说完全是没有加持，但是呢还是有，原文是最好的藏传佛教也是一样，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写的一些东西呢，然后翻译了以后呢，也是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印度的这些最早的时候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一些非常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词比如说像很多的咒语都是不翻译，我们直接念这个咒语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次的皈依，还有就下一次的这个发心发菩提心的这些寄送都是这样子念梅蓬仁波切的原文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意思意思我们比较清楚。好，这个就是念10万遍，10万遍是他的要求，然后呢再加1万遍就作为这个补充。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这个念100遍就需要9分钟的时间9分钟的时间，你们念的应该不会很快就是中等的速度，这样子念的话9分钟就可以念完100遍100遍。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天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正好是150个小时150个小时，那大概就是5个月了5个月。尽量的早一点。我想这个皈依呢因为后面的发菩提心金刚萨埵这些需要念诵的比较多所以这个皈依不是很复杂，所以这个皈依的寄送也不是很多，比较容易，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一点，大概就是4个月左右如果是我上次也讲过了，如果是闭关念诵，那这样子一天8个小时这样念的话，那就18天多一点就念完了。但是这个是虽然这个比如说我们闭关18天就念完了，但是这个没有这是数量达到了，当然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决心还没有做好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也不叫无加行修完了，只能说无加行的这个寄送念完了只能这么说，我念完了无加行，不能说我修完了无加行只能说我念完了皈依不能说我修完了这个皈依这是两回事要分清楚。然后这个皈依的同时如果想磕头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但是我想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如果觉得以后就怕比如说磕头不方便这样子的话，稍微提前一点磕的话也可以的这个也可以。但是多数的人呢我觉得不着急，这个磕头呢就可以放在以后那个以后就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到时候再磕磕头呢，从我们的从这它就是一个体力活所以就是有点辛苦但是呢在无加行当中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菩提心还有就是这个皈依还有前面的出离心就是这些内在的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外在的念诵磕头这些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要完成所以大多数的人呢这个磕头可以放在后面这样子的话就更加的会圆满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呢，磕头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因为磕头啊，就一方面磕头，一方面这个念这个偈颂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有点难主要是这个我们主要这个核心的部分就要去思考那这个思考的部分呢，可能就会打折扣的，因为一方面要念，另外一方面呢要去磕头，这样子的话可能是去思考这些方面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观想这些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最好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里面也讲过了，这样子也可以，但是这个不是最圆满的，不是不圆满的原因就是我们用150个小时用150个小时来，就是要去思考要思考，主要是下决心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念诵没关系念诵就可以这个可以一步一步来。实际上呢主要是这个内心当中如果真的做到了的话，那念诵到时候还没有完成的话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赶时间这个去念这个这些偈颂，然后呢这些核心的部分都放弃了这样子的话就不对。所以我们修皈依的时候呢大家坐下来静下心来去思考为什么要投奔佛法僧就把这些理由道理想清楚想清楚了以后呢，我到底要不要投奔这些是要思考，然后思考完了以后呢，如果要那就要坚定不移的坚定不移的皈依，就是这1个小时当中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前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静下心来去思考这些然后思考差不多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念这些这个皈依偈，然后后面的就边念边想这样子就可以的开头的时候刚刚打坐这个1个小时的刚刚打坐的前面一部分比如说1/31/3的话可能是后面的念诵的时间太少了，至少这个1/3的话呢20分钟左右至少10分钟左右10到20分钟的时间当中呢先不念先去思考思考要确定了确定什么呢？确定我从现在起生生世世佛才是我的导师，唯一的导师，而且然后生生世世只修佛法，佛法才是我的唯一的这个学习的法，然后呢僧众就是生生世世的作为我的生生世世的这个导游把这些事情这些包括这个理由全部去思考，确定了以后然后再去念后面的就可以边念边想前面呢先不念静下心来先思考这样子就这个大概这个4到5个月4个月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大家要完成要完不成的话，因为后面的像金刚萨埵呀这些需要念诵的更加的多就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前面的就这样拖下去的话，就修下一个无家性的内容有受到影响所以就大家不要拖尽量的这个提前完成但是刚才讲了最关键的不是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完不成的话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保证这个内心当中做到了那这个数字是可以慢慢的完成都没问题了但是最好是这个数字数量也完成了，然后呢内心当中的这个决心也就
啊，也就这个做得标准啊，这样子的话都圆满啊，方方面面都圆满，最理想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皈依啊，然后我们明天继续讲这个观相归境的这个方法，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提问题。顶礼上师，我们在修4前行和5加行之前，是最好先念10万遍莲师金刚7句以来遣除违冤吗？是这个是，比如说修慧灯禅修的话，就修那个修4加行之前就有这个安排啊，最好是念这个金刚7句7道文，实在是完不成的话，那就念这个莲师心咒。顶礼上师，刚才有听到上师开示提到护法也有鬼神，那学佛教徒的弟子需要供护法吗？一旦供了，如果一旦不供，他们会不会不护法我们，甚至会捣乱呢？护法佛教徒供，如果自己喜欢供的话，也可以供个护法。如果是不想供的话，也没问题的。主要是比如说发菩提心，然后自己该做的这些努力的去做的话，那就佛教如果有一个保护神那他一定会保护你的。如果他不保护你，那保护谁？他一定会保护的护法不念也可以但是如果念这个护法的话，那就是有一点作用，比如说服务员比如说酒店的服务员，或者是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那他就是有义务去做一些这个应有的这个服务不叫他也有这个责任，他会做但是呢，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去叫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更快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呢，不念和念都有一点点的区别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护法就有2种护法，就是一个是佛菩萨的化身就是我们皈依经当中的这些护法。那这些护法呢，有些时候念，有些时候不念的话，也不会捣乱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些世俗的时间的这个护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还没有真悟的这样子的这个护法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鬼神但是呢，他在佛菩萨的面前他就这个发愿，他就是来帮助学佛的人。但是呢，他还没有真悟。那这种护法的话呢，他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供，有些时候不供的话，就会捣乱，有这种说法所以这个供护法的话，那我们就最好就是供一些大家公认的这些护法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整个的佛教都有护法就是供一些这个公认的护法，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谢谢上师。请问上师，只有佛教才会让人证悟吗？印度教或者其他宗教会不会也有证悟的说法？其他的所有宗教他们不会讲无我他们认为有自我的存在所以他他不能证悟无我这样子他证悟了无我那就不对了他就是要有自我，他就是要保留这个有这个所有的这些像印度教这样子古老的宗教里面都在讲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呢形容的方法不一样，以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形容，但是他们最终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所以呢他不要求这个真无我所以不会证悟的。
丁力上师，刚才说到坚定不移的信心，宁愿牺牲生命也不舍弃三宝。没有遇到考验，真的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决心。那是不是要有这种遭遇命难的境遇时，才能够考验出决心够不够呢？这个不需要，比如说至少当下他自己认为当下有，那就可以了就是考验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呢，这不要等到这个考验的时候，至少现在至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就算是高标准的，非常高的标准的这个皈依非常非常好的皈依，很标准的皈依，高标准的皈依。丁力上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反复我们还没有证悟的人的，不管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下的决心，还有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这个宣誓立誓，这些都会有动摇的，都说不清楚的当下是没问题就可以了，这算是标准的皈依了。丁力上师，我一直觉得道家老子所说的和佛家的内容是相同的，我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吗？会不会影响皈依戒呢？当然有，我想当然有相同的地方了，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像生死轮回很多基础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文化，他们都有一些相同，或多或少就是会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比如说就是发现一个相同的东西，然后就说这两个完全是一个这样子的话，可能是还不够细致也不是一个当然是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可以说佛教也不是道教道教也不是佛教，但是这两个教都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请问上师，提婆达多是道友吗？如果我们的道友中有像提婆达多一样的人物，我们应该怎么办？提婆达多就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他是佛的化身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是肯定是道友但是从表面的这个看从表面上看的话，那他是有些时候呢，他给佛陀的这个事业造成一些微怨捣乱但是如果他心里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佛教徒他是皈依了这个佛法僧只要他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也会犯错误，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误的但这个不能说因为你犯了错误你就不是佛教徒，不是我的道友，不能这么说。比如说我们犯密乘戒犯菩萨戒犯别解脱戒，这个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可能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杀盗淫妄这个十不善我们不小心不注意这样子的时候都有可能去做的但是并不能说因为你犯了这个错误造了罪就不是佛教徒不是道友，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呢，只要有他有皈依只要他皈依三宝，那么他虽然有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行为，但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作为我们的道友但像提婆达多这样子的呢不好说，因为他实际上是他实际上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就是佛的化身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当然是这个刚才讲了，当然是他是道友但是后来他就把这个他造了几个无间罪，其中一个就是他跟佛分离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不皈依了佛了，那这个以后就是
如果这个是个真实情况的话啊，这是一个真实情况的话，那就不是导游了，因为他跟佛分离了，他就不跟佛了，不作为佛的弟子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假使这个是一个真实情况的话，那就是这个不是一路人啊，所以就是不是导游了。请问上师，皈依记中讲的空行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说你是空行母，我应该如何回答？是空行母，像这个像独母啊，像这个绿独母啊、白独母啊等等这些就是还有这个金刚瑜伽母啊，这些女性的菩萨。请问上师，如果每天多打2坐，提前完成了规定的坐数，那自己可以先往前修行吗？当然可以了。请问上师，如果当初皈依时以下宗发心得的皈依戒，现在想重新发心以上等发心皈依，那还需要重新受皈依戒吗？不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皈依戒比如说我们的居士戒当初受的时候是没有出离心，这样子受了得不得戒呢？可以得到一种这个，比如说受了无条戒的话，就得到一个无条戒的解体，但这个解体的这个属性，它的本质还因为它缺少了这个出离心所以呢，它还不属于这个出世间法它是一个世俗的这个戒律。那么这种戒律呢，外道很多外道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戒律。那唯一一个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个是皈依了佛法在皈依的基础上受的戒。那另外外道的戒呢，它没有皈依，没有这个基础，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但是后来呢，比如说他通过了这个闻思，逐渐修了四迦心，有了出离心的时候，那么他原来的这个解体就立即就变成了这个别解脱戒了，真是标准的别解脱戒。然后呢再修这个菩提心到时候他修出来了这个标准的菩提心的时候呢，那他以前的这个解体就变成了菩萨戒的一部分不需要重新去受，就是菩萨戒的一部分。比如说他受了无条戒，这个无条戒是就成为了这个菩萨戒的一部分，然后再下一次再受这个密乘戒灌顶的时候然后呢他这个无条戒无戒呢又变成了这个密乘戒的一部分他这样子就升级了。但是呢这无条戒以外的这些，比如说菩萨戒里面呢，除了这个无条戒以外的还有其他的戒律，这个要重新受密乘戒里面呢，除了这个无条戒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不包括这个无条戒当中的其他的密乘戒，这个是需要单独受。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不一定有很标准的菩提心出离心，不会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了戒那没关系的。这种情况下受了戒，然后通过以后的闻思有了出离心菩提心以后呢，原来的戒体就不断的升级。请问上师，现在有的寺院可以立太岁的牌位，请问佛教徒可以供太岁牌位吗？什么牌位就是太岁，就是有一太岁有这样一种说法。太岁的牌位是什么呢？道教的可能是一种神道教的神道教的神的牌位可能是一种世间的神吧。世间的神是寺庙自己供的吗？牌位一般是我们人死了以后给寺庙捐钱，然后呢把牌位放在寺庙里面，一般都是这样子。那
这个神是怎么供？不知道，这个可以这样子讲啊。比如说，这个它是一个佛教里面的护法的话，那寺庙他自己供是没问题了啊。然后我们让寺庙供，其实这个没有这个必要了。但是如果想让寺庙供一个这样子的护法，可以的啊。那如果不是佛教的这个护法的话，那就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了。但这个我先不是很清楚啊。到时候弄明白了再说。请问上师，我们如果念诵真实善事三宝三根本，脉风明点，自行菩提心，体性自信大悲之坛城，直至菩提之间永归一，这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皈依记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这里面呢，比如说美旁仁波切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语言的表达上面呢，就是容易理解一点。那个里面呢，就是讲的稍微复杂一点，实际上内容上是没有区别。这个皈依戒是那个有另外一个这个仪轨啊，大圆满的前行的仪轨，叫做辩知妙道啊，那个里面的皈依戒啊，那里面的皈依，我们刚才讲的是开显解脱道里面的皈依戒，这个都不矛盾。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如果是要念这个辩知妙道的话，那就需要花的时间啊，需要多花时间，所以就是有点难啊。这个仪轨比较长，那这个开显解脱道的话，内容全部都包含了，然后呢，文字上面就没有那么多，不复杂所以就是我们念这个，我建议念这个开显解脱道，实际上都不矛盾。如果想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想念那个皈依记的话，那也是一样。首先把这个藏文的内容就搞清楚，然后就念那个藏文的原文这样子比较好。请问上师，念开显解脱道、修皈依等5加行，可以念仪轨的时候念汉文，比如暇满难得等4修法，以及观想皈依经的仪轨等用汉文念，然后念10万遍的寄诵时用藏文，因为弟子感觉用汉文念仪轨更能够随文入观。可以的，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观想比如说这个皈依里面呢，这个开显解脱道里面呢，除了比如说皈依的这个部分就是除了这个皈依戒4句以外，它还有一些这个寄诵其他的内容。其他的内容呢，就是讲这个皈依戒的皈依经讲这个皈依经，那这些是用汉语念，就不需要念这藏文。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只要这个意思懂了以后就可以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仪轨一个仪轨里面呢，有些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有些部分呢这个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呢，如果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是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去修那这个就用韩文念的话就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记，比如说其他的刚才讲过这个4加行的仪轨，还有这个皈依里面呢，除了这个4句话以外的这些仪轨呢，用汉语念，然后呢这个4句话呢念这个原文，这样子可以的。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如果破了密乘戒以后，同一个坛城的金刚道友都应该远离他，这个情况又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这个是犯了密乘戒就不是要远离。比如说犯密乘戒很容易的，我们大家都会犯的但是念金刚萨埵忏悔就可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些人呢，就这个犯了密乘戒以后呢，他自己就不愿意忏悔，然后就实际上不愿意忏悔，就是不愿意这个学密退出这样子的话，退出了以后就分开了，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个
犯了迷城劫没有忏悔的话，这个跟其他人也会有影响的，会有影响。这个是像这个别解脱节里面呢也是一样，也有这种说法这个小乘佛教里面也有，就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忏悔了就没问题了如果比如说他再忏悔，正在精进当中还没有忏悔完也没问题的。好，感恩上师开示。好，阿弥陀佛，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来回向。所能得一当者生八年冬年你别长南半些南界瓦龙者八这边做连着这二修我们红板整个这斑马色的红我们红板整个这斑马色